汽车试驾影片经常都会有，但是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，很可能之后都不会再有这样子的内容，还有这样子的嘉宾。这个就是我的小老板的娘，就是小老板娘。OK， 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是主要分享一下我们在过去这28天住在这个 Little Precious 月子中心的一个体验。因为疫情的关系虽然坐月子是女人的事情，不过我自己呢也跟这个戴基德住在这边28天，就是因为我也不能出去，也没有活动，也没有新车试驾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也是变相的一种 lockdown 啦。所以首先第一个，我觉得我会选择这边这个 Little Precious 是因为地点，因为它这个地点就是在 KL Eco City 它就是在 Mid Valley The Gardens 的对面而已，然后在邦萨的隔壁，所以我间中要带孩子去复诊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地点都四通八达。其实讲真的，我会选择这边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这里的安全不是它有什么ABS 还是有 airbag 啦 ，OK， 这边的安全讲的是，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疫情非常的确诊人数非常的高，那这边他们的这个SOP 做到非常的足到比卫生部建议的还要足。像我自己在进来之前，就是太太刚刚生的时候，他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做这个 PCR test， 不是 antigen是 PCR 要提前1-2天做的。其实讲真的，我那时候觉得很麻烦，因为我载着孩子怎样呢？最后我找到一个 drive through 的啦。所以这里的 PCR test 是你每个进来的人他都要做，包括丈夫，包括小孩子包括这个我的1岁半的孩子也要被杜鼻子 ，OK， 所以他住在这边虽然麻烦是麻烦了一点，在做这个 test， 可是包括他们的员工、他们厨房的人、他们的 cleaner、他们的包括是老板，只要间中有出去再回来都要做一次 antigen test。所以住在这边对我们来讲呢，它也是一个额外的保障，因为他们每隔几天就会做一次 UV 消毒，就叫我们全部人出去，他就做一个大规模的消毒这样子。再来，我选择在这边度过28天，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空间。因为在我们选月子中心的时候，很明显这个不是第一胎，这是我的第2个儿子，我们生第2胎所以在我们物色月子中心的时候，我们不单只是考量爸爸妈妈还有新生儿，我们还要考量那个1岁半的孩子。所以如果你只是把他关在一间房间，不管他的房间多大间，你关这28天不能出门，其实是如果你有1岁半的孩子，你就知道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啦，不太可能的。那住在这边房间，第一，我们选择的房间这个尺寸面积相当大，也够他活动了。但是呢，它外面又还有这个 kids area， 就是有放一些玩具，他们已经放在那边了的，然后定期都有做消毒什么。对我们住在这边来讲，有时候就算我们忙有时候可能我不在，还是老婆在做一些疗程、做一些产后护理的时候，他们的员工都会很乐意帮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这样子。再来第3个，我个人相当满意的就是它的 interior design 那据我所知呢，这个 Little Precious 它的老板娘，他们本身就是做室内设计起家的。因为坦白讲我们住进来之前，我们是没有来过这边看的，因为那时候我们 request 我们要看房间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他们不允许外面的人进来，所以我们就只可以透过这个 virtual tour 来了解，所以我们只是阿嘎知道好像是这样子吧。所以当我们在生完的第几天，我来到这边过后，一进来真的是相当满意，因为它的地板是木的，所以你知道冷气冷的话，你下台可能地板冷，踩下去就不是很好，所以这个它做到很好。再来它的用的墙纸、它天花板、它的墙壁的颜色、床单的颜色、门的颜色，还有一些摆饰一些摆件用的一些木质，整个你就会觉得自己住在一间5星级酒店这样子的感觉。那像打个比方，像它的厕所里面，它用的这个卫浴，它用的这个宣布body lotion 都是 L'Occitane 的，牙膏是 Made in Italy 的，然后它的水龙头，它用的这些卫浴设备都是 Made in Germany 的。这可以讲是我过去第一次在一家5星级酒店住了超过28天，所以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陪月丈夫，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月子的一个心得。所以接下来重点就是回到月子的最核心的部分，就是产妇叫产妇嘛，产妇就是不是孕妇了，产妇她住在这边她的体验是怎样子，所以我们就请老板的娘来分享一下。因为我们生第1胎的时候呢，我们找的月子中心它是偏向传统式的，就是月嫂。那一般上传统坐月子就是月嫂会煮咯，
然后月嫂会做照顾 baby 咯，帮 baby 冲凉、喂奶，都是月嫂包到完的。那这一间呢，这个 Little Precious 它其实就跟我们第一胎的月子有很大的不同了。所以你觉得跟第一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先从最核心的 baby 是由谁来照顾？好像第一胎的时候，我们找月子中心，主要是要找1对1保姆来看孩子，因为我觉得1对1呢，可能他比较了解 baby 一整天白天晚上他的整个活动啊，他的状况啊，他大小便啊是怎么样的啊，我觉得他 update 比较准确一点，所以我那时候比较针对1对1。然后后来我就听过一些 case 好像1对1那个保姆他可能精神状态不能够24小时都精神的，所以有些时候呢，他累的时候他就会推给我顾。For 第一胎我觉得可以，因为第二胎不可以，是因为我还要看大的，有时候啦，我不可能在坐月的时候，有时候要看大的，然后那个护士不得空又要给我看面，我觉得好像也不适合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这里选有护士的看顾宝宝是比较好的，因为他们也是听说他们是有 shift， 然后他们也是 KKM 认证的护士来的，不是说月嫂的随便一个月嫂来顾就可以了，不是的，他们都是透过政府认证的那个护士，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他们很专业啦。因为好像他讲的专业的事情就找专业的人做，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很重要啦。因为这边他真的是不传统，他们强调的是什么科学坐月子。我开始讲这是不是一个噱头？什么叫科学坐月子？后来我知道了，他们就是用一种6星级、5星级酒店的经营模式来经营，就是厨房就是厨房罢了。然后护士就是护士，然后 cleaner 就是 cleaner， 他不会叫一个人又顾孩子又煮饭又帮你打扫这样子。他们在每一个宝宝的那个状态，他们都会记录在那个 system 里面。那他们的 system 我们可以透过那个 tablet， 我们 anytime 就可以看到宝宝正在做什么啦，有 CCTV 可以看啦，然后可以看到他们今天的还单，早午晚都会 check 的。然后我们很放心的是，因为他每一个星期都有儿科医生哦，Dr. Vivian 都会过来看宝宝的状况。然后每一次呢，他们就会用他们的专业的方式给我们 advice， 然后护士就会跟着走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天一天看到宝宝的黄疸哦，慢慢的掉，慢慢的掉。除了专业的儿科医生之外呢，他这边还有这个中医师啊。因为我前面讲，他们一直强调科学，强调什么酒店式，然后又医院的护士啊什么，我们也会觉得，他会不会没有掉中医那一块？因为华人嘛，就是坐月子就是要补要什么，他会被没有掉这一块。OK， 对，那个中医师呢，他每一个星期都会过来帮每一个妈妈把脉咯，然后会根据每一个妈妈身体的状况呢，他就会写下那个药方，然后让厨房的人呢来每一天炖那个汤给我们啊，汤和有那个饮料，就是每一天呢那个它会有2壶，一壶是红枣水，还有另外一壶是什么就是他根据中医师给我们的那个补品，给我们每一天来补来喝的。它除了可以吹奶啦，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更快的修复。因为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妈妈，有的开刀的，有的自然生的，所以它也会根据，因为开刀的要修复伤口，然后自然生的又有自然生的这个调理的方法，它都会根据你是怎样子去调整啦。我觉得这方面很好啦，因为我 compare 我上一胎呢，我在哺乳方面啊，就是喂奶方面呢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帮到我。然后这一胎呢，我在追奶的时候，我觉得效果很快啦。可以省很多奶粉钱。对。其实除了中医之外，它这边还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开始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一般上坐月子不会去强调甜品的这种 pastry 啦，这种所谓的 bakery 什么东西。然后这边他们蛮主打一个，因为他们老板娘有讲，他们是请5星级酒店的这个蛋糕师傅、甜品师傅来做，不是 outsource 的啊。虽然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吃甜品的人，可是它真的可以让到你一天的心情会比较好，因为你会拍照，你会分享，你会有新鲜的东西。因为你知道，其实28天重复做同一件事情是很无聊的，因为我自己在这边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动一些 idea， 想一些东西，你真的就是很像坐牢这样啊。所以我之前听过很多身边朋友、妈妈朋友啦，他们可以真的很像做到坐牢这样子的所以我不能吹风啊，不能洗头啊什么的嘛。所以我坦白讲，我自己住在这边，我真的是没有这个感觉。我真的像他们讲什么 staycation 啊，就是 stay vacation， 就是在酒店、在饭店、旅馆内旅行这样子的一个 concept 了啦。然后他一天有午餐嘛，然后这个甜品是其中一个，好像早餐、午餐、晚餐和甜品，还有晚上的那个炖汤哦，
是我每一天都很期待的那个炖汤，因为它的料真的是比起家里呀、或者是外面的月子中心哦，都来得很足的。它的料你可以看到，它的quality是很好的，不是便宜的药材来的。它的那些鸡肉啊、猪肉啊，一块一块一块给你看得到，都是很够的。它一点都不是放那种鸡精块啊，放 MSG 这样啊。它一点都不偷工减料啊，可以这样讲。真的就是我也在体验，因为像他这边经常每个星期都会有不同的课啦，有的是做肥皂的啦，有的是上瑜伽课啦，有的是教你爸爸怎样跟孩子冲凉啊，怎么 emergency 去拍嗝啊，怎样去怎么人工呼吸这种东西都有很多的 course 啦。我觉得他们很多东西去想啦，很多 idea 去做，我们就好像在一个 training camp 这样子咯。真的。反正透过这些活动啊，我能够学到很多手做的东西之外，也可以跟很多妈妈聊天啊，或者是分享那些妈妈的心得。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很开心啊。讲真的啦，因为大家知道这边的他们的这个价位是比较高，就是市面上来讲就是有5星级、6星级的这样子的价钱，所以他们来讲，我们自己在决定进来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坦白讲，我会有那种，哎呀，会不会有人呢？会不会只有我们罢了哦？结果我进来的时候几乎是客满的，而且住在这边，我发现住在这边的邻居们他们都是有小孩的，就是说他们的大宝有的1岁，有的2岁，甚至是3岁更大，他们都是一起住在这边的。所以你会觉得说你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要回家了，而且现在这个时候疫情还不是说已经怎么讲已经缓和了，可是还是不是相当安全的，所以在诸多考量之下呢，我们又跟他们谈了，结果我们又决定在这边 extend 多14天，就是28加14是多少天啊？42天哦。42天，所以我们一共是在这里住了42天。每一个妈妈在离开月子中心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准备一个毕业典礼，就是所谓的 candlelight 烛光晚餐，来所谓的欢送会啦。而对我们来讲，情况有一点更多意义的是，因为刚好这个baby 满月的时候就是他的生日，然后厨房他们也帮我们准备了蛋糕，然后有的人吃西餐，像我们就特别 request，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打边炉了，我们就 request 看可不可以吃火锅，这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，所以我坐在这边，我就会拍很多的 footage， 拍 baby 照片，分享一些东西，所以是想透过这个影片感谢一下 Little Precious 他们这边的，不管是从老板到他们的前台，然后 cleaner， 他们的 chef 厨房bakery 师傅、中医、儿科 nurse，这是他们整个大家庭因为其实他们在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 list 里面，他们给到很多 list 以外的东西，在这边真的是让我们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啦。所以希望接下来生第3胎的时候还会再讲到很心虚，所以希望接下来如果有生第3胎，我们还会再回来这边。所以喜欢影片不要忘记分享、按赞、订阅，这样子的影片真的不是每一天有的。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in 3, 2, 1.